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以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无数人阅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书，多谢不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阅读专家、作家兼演讲家李明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如何通过高效的阅读技巧，不仅提升我们的知识储备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信息淹没，社交媒体、新闻推送、电子邮件、工作文件，我们似乎一直在阅，但真正吸收和理解的有多少呢？李明在多谢不悦中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，有时候不悦才是真正的悦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但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，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沃伦·巴菲特，这位被誉为股神的投资大师，曾经被问到他的成功秘诀。他的回答令人惊讶：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不是因为我读了更多的书，而是因为我学会了不读什么。巴菲特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，但他更注重的是选择性的阅读，专注于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材料，而不是被海量信息淹没。这个故事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我们是否在无休止的阅中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？多谢不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。它不仅是一本关于阅读技巧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高效生活，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找到真正有价值内容的指南。1. 核心理念：选择性的阅才是真正的阅。多谢不悦的核心理念是选择性的阅读，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材料，才能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珍珠。李明在书中反复强调，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少，而是太多。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筛选信息，而不是被信息淹没。李明引用了心理学中的注意力经济理论，指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。当我们被大量无关信息分散注意力时，真正重要的信息就会被忽略。因此，选择性的阅读不仅能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，还能让我们更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1. 设定明确的阅读目标。在开始阅读之前，先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？我想从中获得什么？设定明确的阅读目标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筛选信息。2. 使用28法则。80%的价值通常集中在20%的内容中，因此，我们可以先快速浏览全书，找到关键章节和段落，然后再进行深入阅读。3. 实践案例。李明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企业家通过选择性阅读，将每周的阅读时间从20小时减少到5小时，但他的知识吸收和决策能力却得到了显著提升。选择性的阅读不是放弃阅读，而是为了更高效的阅读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，而是更有价值的信息。2. 重要习惯。1. 快速浏览与精读结合。李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阅读习惯：快速浏览与精读结合。快速浏览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一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，而精读则让我们深入理解书中的核心观点和细节。快速浏览利用了人脑的模式识别能力，我们可以通过快速浏览抓住书中的主要线索和关键词，从而对全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。精读则需要我们放慢速度，仔细品味书中的每一个细节。一快速浏览，先阅读书的目录、前言、摘要和结论部分，了解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，然后再快速浏览每一章的标题和副标题，抓住书中的主要线索。2. 精读。在快速浏览的基础上，选择性的精读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章节和段落。精读时，可以做一些笔记，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。3. 实践案例。李明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学生通过快速浏览与精读结合，将阅读效率提高了3倍，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快速浏览与精读结合，就像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，我们先要快速的航行，找到方向，然后再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。3. 重要习惯。2. 主动思考与批判性阅读。李明强调，阅读不仅仅是吸收信息，更是一个主动思考的过程。我们需要学会批判性阅读，对书中的观点进行质疑和分析，而不是盲目的接受。批判性阅读基于批判性思维理论。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不轻信权威，不盲从传统，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以质疑与提问。在阅读过程中，不断地问自己：这个观点正确吗？作者的理由充分吗？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？2. 分析与推理。对书中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，思考其背后的逻辑和证据，同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拓宽自己的思维视野。3. 实践案例。李明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读者通过批判性阅读，发现了一本畅销书中的逻辑漏洞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这不仅提升了他的思维能力，也让他在社交场合中更加自信。批判性阅读不是为了否定作者，
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。通过质疑和分析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问题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4、重要习惯。3、做笔记与总结。李明认为，做笔记和总结是高效阅读的重要环节。通过做笔记，我们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，而总结则帮助我们将书中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。做笔记和总结基于记忆编码理论。研究表明，将信息进行编码和重组可以显著提高记忆效果。做笔记和总结正是这样一个信息编码和重组的过程。一、做笔记，在阅读过程中，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思考、感悟和疑问，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和颜色来标记重点内容。2、总结，在阅读完一本书后，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书中的主要内容，可以写篇读书笔记，或者制作一个思维导图。3、实践案例。李明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读者通过做笔记和总结，将一本书的内容浓缩成了一篇500字的短文。这不仅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了书中的内容，也方便了日后的复习和回顾。做笔记和总结是将书中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智慧。通过记录和整理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思考轨迹，找到知识的内在联系。5、重要习惯。4、实践与应用。李明强调，阅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，只有将书中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，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。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。阅读不仅仅是获取知识，更是一个实践和应用的过程。通过实践，我们可以检验和巩固所学的知识，同时也能发现新的问题和挑战。一、制定行动计划。在阅读完一本书后，思考如何将书中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，可以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列出需要做的事情和步骤。2、持续实践与反思。在实践过程中，不断的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，可以记录下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感悟，以便日后回顾和总结。3、实践案例。李明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读者将书中学到的管理技巧应用到工作中，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。这不仅提升了他的工作效率，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。阅读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，而在于你将书中的知识应用到了多少实际生活中。只有通过实践，我们才能真正地掌握知识，改变生活。通过以上对多谢不阅核心内容的深入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阅读技巧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高效生活，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找到真正有价值内容的指南。李明通过选择性的阅读、快速浏览与精读结合、主动思考与批判性阅读、做笔记与总结以及实践与应用这5个重要习惯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阅读与生活指南。如果你也想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阅读效率和生活质量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多谢不阅。这本书将为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，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对多谢不阅感兴趣，不妨找来一读，相信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想不到的收获。让我们一起在阅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不断成长。谢谢大家。